大家晚安。台风还没有经过，不过我们看到在今天中午过后呢，在中南部的山区以及南台湾出现了蛮大雨势的降雨哦。气象局在下午的时候一度针对了中南部地区，还有呢台南、屏东地区发布了大豪雨特报，总共有7个县市。特别是我们看到在屏东地区的部分地方呢，一度来到了1级的淹水状态哦。所以呢，我们看到其实明天的天气跟今天是蛮类似的，特别是在中午过后啊。虽然说梅沙台风不会直扑台湾，但是我们不容小觑的就是它的外围环流。那么从台风的路径前势预测带大家来看到，梅沙台风它是目前呢还是持续增强变胖当中，目前它是处于中台等级，但是我们看到在晚上呢，它在吸收附近的水汽之后哦，速度会更快，而且呢强度还是持续在变强，甚至我们预计在明天礼拜1的晚上，它很有可能呢强度就变成了强台等级，甚至是一路往北，现在是通往琉球方向，一路往日韩前进。我们也预估呢，它现在在台湾发布海警的几率是比较偏低的，因为我目前看起来呢，在我们这边的右方的太平洋高压是比较弱的，因此呢，台风比较不会接近台湾太近哦。那么好消息是，它不会太靠近台湾，会从台湾的北部海面通过，但是我们还是要留意呢，这个台风因为现在被誉为呢，它在升格为强台之后，不排除可能会是今年强度最强目前的一个强台哦。那么带来的外围环流水汽，我们还是要来注意哦。其实看到这个首当其冲外围环流会影响的，包含了北部地区以及宜兰，在明天的下半天以及礼拜2呢带来的强风哦，甚至是会有部分地区会造成大雨等级这样的降雨，也因此提醒大家，明天是开学日哦，最好是要做好预备的措施。虽然说呢，这个台风它对我们中南部地区的影响似乎看起来比较不大，但是要留意啊，在礼拜3呢，因为台风北上的过程当中会引进西南风，到时候在礼拜3开始呢，中南部地区就会有一些因为西南风迎风面的这个水汽进来，变得比较容易下雨。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呢，现在台风的速度呢是时速22公里朝北方来前进哦，在晚上之后呢，它的速度可以还有持续加快的可能哦。受到我们看到呢，它这个牵引往上的时候呢，速度还会再加快一些些。不过我先看到呢，这个雨区预测哦，在明天呢，大概下雨的情况其实蛮明显的。那么明天呢，刚刚说到了，除了北部地区跟宜兰降雨会相当的明显之外呢，我们要注意到的就是在中南部地区会跟今天蛮类似的，在中午过后，热对流同样会比较旺盛一点点的，要注意的几个地方，包含了中南部的山区，以及我们看到台南跟屏东地区，中午过后很有可能会因为呢热对流雨系发展的比较旺盛哦，像今天一样，可能会有局部地区有大雨甚至豪雨的出现，所以建议在明天上班上课，大家都要做好预备的措施，比较不会被淋成了落汤鸡。而且呢，如果说呢你有在山区活动，建议也要特别注意自身的安全，因为这几天都是比较容易下雨，我们看到在山区的土石可能也比较容易松动哦，所以行车交通要特别来专注了。而未来1个礼拜的天气概况，持续帮大家来整理一下。我们看到呢，在礼拜1、礼拜2受到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哦，在北部以及宜兰呢，整天都容易会有局部的降雨，甚至有部分地区雨势会来得比较大一些些。而且呢，也建议您千万不要前往海边，因为风都会比较大，可能会有8级风以上这样子的强度，甚至更高哦。所以也提醒大家尽量不要前往海边，以免发生危险。而我们看到呢，随着台风的远离，到了礼拜3哦，这个西南风吹了进来。西南风我们看到迎风面的中南部地区，到时候呢，在礼拜3到礼拜6就变得比较容易下雨哦。不过要注意的就是，我们看到在中午过后，北部地区、宜兰以及山区呢，是容易会下起了午后短暂的雷阵雨，可能部分地区雨势会来得比较大一点点哦，都要特别来留意。紧接着提供详细的温度预测给您喽。北部地区明天要留意台风的外围环流影响哦，我们看到容易是下雨的，要做好预备的措施。高温在32到34度。继续往中部走，我们看到在中南部的山区，午后是比较容易下起午后的短暂雷雨。继续往南部走，南部在明天同样要注意哦，像今天可能会容易有局部短时间的强降雨，要特别来留意自身安全。而在东半部地区的宜兰，我们看到明天同样受到外围环流的影响，比较容易下雨。
最后，我们看到在外岛地区提醒住在金门的观众朋友，明天气象局针对这边发布了36度以上的高温黄灯警示，在外出的时候要注意防晒补水喽。最后，天气小叮咛再次提醒大家，明后天呢是台风最接近的时候，北部地区跟宜兰要做好预备措施。而另外，我们看到呢，刚刚说到了台风呢，对于北部跟宜兰呢会造成一些部分较大的局部雨势以及比较强的风，所以大家一定要做好防台的准备。以上就是这节的中视气象，广告回来请持续锁定中视新闻。